朋友们，最近这段时间你的账户还好吗？中东的战火已经烧到了全球的股市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让地缘局势骤然升温，原油涨了，黄金跌了，股市更是上下剧烈震荡。你手里的票可能昨天还在涨，今天就跌停了。这种时候，很多散户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那就是赶紧跑，割肉止损，保住现金，先撤再说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就想认真的和你聊一聊，面对这种因为地缘冲突引发的市场大波动，散户到底该怎么做？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自己能预测市场吗？每天打开手机，无数专家在分析，今天该买什么，明天会涨还是会跌，风口在哪里？这些声音像潮水一样反复拍打着本就焦虑的神经。但就在前几天，巴菲特接受了 CNBC 的深度访谈，这位近100岁的老人手握3500亿美元的现金，他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我完全不知道市场接下来会怎么走，而且我认为没有任何人会知道。注意，这句话是巴菲特说的，一个靠市场吃饭几十年，赚了几千亿的人，说自己不知道市场会怎么走。为什么？因为市场是由千万个贪婪恐惧的灵魂组成的复杂系统，短期波动完全随机。那我们每天看到的那些分析和预测是什么呢？巴菲特的解读很犀利，他说那些所谓的预测大多只是叙事，不是能力。叙事是为了让过去的事情看起来有理有据，是为了让你感到一丝掌控感，你关注了他就获益了，这才是他们预测的最大动机。而微信公众号谈书房的主理人唐朝讲得更加直白，他说底部是只有赚上的，没有算出来的。华尔街最有经验的人也这样总结，只有自大狂和傻瓜才幻想抓住顶部和底部。55年前，巴菲特就调侃过那些自称看出要跌的人，他说，即使你过去没有这项能力，为什么会认为自己今天有了呢？所以你口袋里钱的数量已经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你，你从来没有能力猜中市场的顶部和底部。这不是打击你，这是每一个散户都必须先承认的现实。好，那既然不能预测，那面对暴跌，很多人的第二个念头就是先卖掉，等情况明朗了再买回来，不香吗？唐朝在他过往的文章中一直在说不香。为什么？因为等着抄底的人手里的钱最终大概率都去追高了，这是市场历史数据告诉我们的结果。那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？当你卖掉股票，拿着现金，每天看着市场，你等的是什么信号呢？是情况明朗。但请问什么叫情况明朗？是战争停火，是经济复苏，还是救市政策的出台？等这些好消息出来的时候，市场早就已经反弹了，而且往往是暴涨式的反弹。你在最恐慌的时候卖出，在最乐观的时候追高买入，这就是散户永远的宿命，高买低卖，越做越亏。唐朝说过一句话，他觉得每个散户都应该刻在脑子里，那就是在股市里生存，永远要记住，市场先生是疯的，他的出价只能利用，无法预测。低估之后照样有可能暴跌，高估之后照样有可能暴涨。你执着于猜哪里是底部，哪里是腰部，但市场先生不按你的脚本走，低估之后可能还有变态低估，变态低估之后可能还有地下室，地下室之后可能还有地狱。一旦你看到这个过程，昔日那个自以为不受股价影响的人就会大面积崩溃，然后在最低点割肉，把浮亏变成了真实的永久的亏损。这就是割肉止损最大的风险，它把可能的损失变成了确定的损失。说了那么多，你可能要问了，那难道什么都不做，硬扛着吗？当然不是完全不动，但我们要搞清楚，这个时候最该做的是什么。第一件事，回到基本面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买这只股票是为什么？如果你说得清楚，这家公司我能看懂，它的商业模式稳固，盈利能力没有因为这场战争而改变，那么这次的下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你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同样好的资产。但如果你说不清楚，
当初跟风买的，听消息买的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买的，那这次的波动其实是一次很好的清醒机会，趁这个时候把那些自己都说不清逻辑的仓位整理清楚。唐朝说，投资的核心就2句话，买股票就是买企业，不分大小股东，股价波动没用，企业成长自会推动。这是巴菲特50年前就讲清楚的东西，你买的是企业的盈利能力，不是在和其他股民玩零和游戏。只要企业的基本面没有因为战争而永久损失，股价的波动就只是噪音。第二件事，远离杠杆，用闲钱投资。唐朝说，远离杠杆这4个字是他26年前用全部身家换来的真金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你使用杠杆，或者用短期需要动用的钱做投资，你就放弃了投资者在股市里唯一的优势，那就是享有是否交易的决策权。唯一的优势丧失之后，你就必须在某个时间点被迫卖出，而那个时间点往往就是市场最恐慌、价格最低的时候。你不是在投资，你是在赌博，有时赢，有时输，要看命。巴菲特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，他说，资本市场什么离奇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你要做的就是处理好自己的事，力求在最离奇的事情发生时，你仍然能够活着。只有活着，只有掌握了是否交易的决策权，你才有可能在市场恐慌之后去打扫战场，捡钱，收获战利品，否则无论股市多么有投资价值，和你都没有关系了。第三件事，手里留好子弹，等真正的机会。巴菲特手握3500亿美元的现金，他说他永远都想持有现金，因为要为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。现在很多人说，巴菲特会不会趁这个市场下跌出手抄底呢？他的回答很淡定，这种下跌根本不算什么，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里见过太多次真正意义上的下跌了。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标普500跌了将近 57%，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，纳指暴跌近 80%。 所以如果只是便宜了 5%、6%， 根本不足以让他们产生兴趣。他在等什么？他在等真正的机会，不是逢低买入，而是等优质的公司被市场恐慌扔进垃圾堆，出现恐慌性的极低价格时，有洞察价值的眼光和敢于长期持有的勇气。他把这个比喻为在地震中去捡金砖，混乱中有人把价值连城的金砖扔在路边，你把它捡了起来，这才叫机会。而逢低买入更像金店老板说最近行情不好，95折，一个是认知层面的价值发现，一个只是交易层面的价格波动。所以手里留好现金，不是为了躺平等死，而是为了在真正的机会出现时，你有能力出手。说到最后，我想聊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。巴菲特在这次访谈里提到了市场风险、银行脆弱性、地缘冲突，但他说，所有的这些风险的底层其实是同一个东西，那就是人性。人性永远在贪婪和恐惧之间转换，贪婪让你高位追涨，恐惧让你在低位割肉。这个循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过，哪怕在未来的元宇宙里也不会改变。市场上真正赚到大钱的人，靠的不是比别人聪明，不是比别人消息更灵通，而是他们有自己的投资体系，帮助他们战胜了自己的人性弱点。怎样才能建立这样的体系呢？首先，只用至少3年以上不需要动用的闲钱投资，这样市场的波动就无法逼迫你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决定。其次，搞清楚自己能看懂什么，只做能力圈范围内的事。巴菲特说，他看不懂 AI， 所以他不碰。高手不是知道的更多，而是更清楚自己出手的边界。最后，放眼长远，多比较长远的价值。唐朝有句话说得非常好，你不需要复杂的伎俩，不需要绞尽脑汁算计，简简单单的放眼未来，多看长远的事情。这不仅可以帮助你成为值得信赖的好人，同时还能帮助你成为发了大财的好人。战火会熄灭，市场会恢复，优质企业的价值不会因为一场地缘政治冲突而永久消失。时代在变，但创造价值的本质不变；工具在变，但人性的底层不变。巴菲特用他近1个世纪的人生，
告诉我们3件事情：不要假装自己知道未来，把子弹留给真正值得的东西，无论什么时候都给自己留好后路。看起来一点都不复杂，对不对？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，而做到的那些人就是最终在市场里活下来的人。我是不倒翁，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收藏，转发给也正在看股票账户而着急发愁的朋友们。我们下期再见。